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y。几天前，美国太空人 Doug Hurley 与 Bob Behnken 成功完成了与国际空间站的对接，并进入了国际空间站。而他们乘坐的飞船是由私人企业 SpaceX 提供和运营的载人龙飞船。他们所完成的是自从9年前美国 NASA 的航天飞机退役之后，首次从美国本土升空的太空飞行任务。而且 SpaceX 采用的回收火箭技术是目前全世界上面唯一一家试验成功的。这火箭能一次载满高达60吨的货量。现在世界的3大航天技术大国，美国、俄国、中国还都没有超过这个水平。这只是一家私人航空公司哦，火箭运载能力如此强大，非常的牛。这次的升空任务也代表着 SpaceX 私人公司首次成功的完成了将人送上国际空间站，那么也就代表了太空旅行从此走向了商业化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我们搭飞机都可以去到地球的各个角落，那10年、20年后，我们就是搭太空飞船去月亮啊，去火星旅游，甚至是定居都是有可能的。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力呢？私人企业的技术可以打败这么多国家。那 SpaceX 这家公司是谁创立的？它为什么可以成为大家的焦点？它是天才吗？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代史上最能成为人们的偶像的人，他的名字就是伊朗马斯克。伊朗马斯克出生在南非，父亲是工程师，母亲是模特。父母在很早的时候就离异了，他是家中的长子，却是附近出了名的傻孩子。傻到什么程度呢？马斯克一直到3岁，他还似乎不会说话，走路也十分缓慢。马斯克也有点像爱因斯坦，从小就自闭，也是发育缓慢，3、4岁还不太会说话。所以现在有些家长在怀孕期间就让胎儿听名人传记了，最好孩子生出来第一个字喊的不是哇，而是要让他们说 Hi Hello。 他小时候也不会跟人交往，性格古怪，身材弱小，成为了学校里坏孩子的重点欺负对象。但是伊朗马斯克同时又在学校能力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，他能每一天阅读超过10个小时，不到小学4年级就已经把图书馆的书翻了一遍又一遍。那全读完了怎么办？就开始读大英百科全书。在学校坏孩子们霸凌之后，孤独的他把自己大把的时间投入到编程和漫威漫画中，直到14岁那年，马斯克读了一本叫做《银河系漫游指南》的科幻小说，他从此就有了追寻一生的兴趣和理想。你看，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。有的人也说了，我跟他一样，我天天也捧着一大堆书，也是废寝忘食的都钻在电脑面前，别人叫都不理，那为什么不成功？那我问，那你在看什么书呢？你在电脑里面学什么呀？他说我天天手上都捧着小说，天天钻在电脑里面追韩剧。哦，果然是天才。1988年17岁的伊朗马斯克从高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家庭，来到加拿大。他小时候就发觉，他那个时候无论什么最新的新技术都是在美国研发出来的。于是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本科的专业就是物理，后来更是申请了斯坦福大学的应用物理和材料科学。但是后来他辍学了，跟他弟弟开启了世界上第一家可以以邮件方式付款的公司，也就是之后的 PayPal。 之后呢，他卖掉了 PayPal， 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但他并没有满足于现状，伊朗马斯克不惜风险，将全部资产投入了他所创立的公司。他非常纠结，认为人类生存在这个地球上，如果只有1%的风险，那还是有风险的。所以他同时运营了3家公司，聚焦于人类的风险。第一个对人类带来风险就是气候变暖，第二个就是对现在的地球的有限资源高度依赖，还有就是现在的高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风险。人工智能的风险在于，一旦人工智能超越了人类的智慧，而且不小心拥有了他们自己的意识，那就不会把人类放在眼里。
那时候人类将是他们的仆人，甚至被踢出生物链。所以他创建了特斯拉汽车公司 Solar City 和 The Boring Company， 目的是为地球减轻负担。伊隆马斯克还认为，如果人类只生活在一个星球上，人类的长期生存将受到威胁，人类早晚有一天会因为一个大灾难而毁灭，比如说小行星撞击地球、超级火山喷发、核战争或一次瘟疫大流行。所以伊隆马斯克于2002年创立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。 在2001年度蜜月的时候，美丽的妻子在沙滩上漫步，多么优雅。想着想着就想，如果他把人类送上火星上漫步，那该多不寻常。于是他拿起了一本火箭制造原理，开始学习如何制造火箭。一个对火箭一窍不通的人要开始制造火箭，没有人知道伊隆马斯克想要做什么，也许只是一时兴趣，也许只是一次疯狂的尝试。他把自己这些年积累的身家全都投在了造火箭上面，于是创立了 SpaceX， 又招兵买马。在2006年，他第一次发射火箭炸了，大家都在看笑话，都说这家公司很不靠谱，而且华尔街把他的特斯拉这家公司列为最不可能成功的公司，而且很多机构都在做空这家公司，导致公司快要破产。那2007年第二次尝试发射火箭又失败了，第三次尝试搭载卫星，火箭发射失败，并且摧毁了搭载的4颗卫星。这时候更没人相信这个被媒体上称为最不可靠的吹牛大王，但是他每周还是工作100个小时，忙得焦头烂额。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，他的所有积蓄也几乎全部花光。同样是2008年，结婚8年的妻子宣布与马斯克离婚，这简直是马斯克最黑暗的一年，人财两空。此时他实在筹集不到公司运转的资金，那时候甚至开始考虑卖掉房子搬到地下室。这时候他知道，如果第4次再失败，他的公司将会以失败告终。2008年9月，猎鹰1号火箭第4次升空，成功的将它送入了轨道，给马斯克带来一丝希望。与此同时，他也争取到拉萨一份16亿美元的救命合同，就是计划12次飞行中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货物。以这份救命合同为分界线， SpaceX 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马斯克利用这笔钱飞速扩展出了新的发射能力。自那年起，他一口气进行了10多次发射。2014年 SpaceX 举行载人龙飞船发布会，迈出了商业载人计划的第一步。他问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来建造火箭，就像是你明明可以骑自行车到达目的地，为什么还要坐上豪华的奔驰？所以和特斯拉一样， SpaceX 80%到90%的制造工作都是自己完成，包括火箭、发动机、电子设备和其他部件。除了自己完成制造， SpaceX 还自己设计了主板、电路、探测振动的传感器、飞行计算器和太阳能板。他们发现，仅仅是一个精简后的无线电装置，不仅可以将重量减少 20%， 生产成本也大大降低。在2019年 SpaceX 完成了首次载人龙飞船的无人验证飞行，并在今年5月31号顺利完成首次载人火箭发射成功，让他的名字载入了历史。马斯克从没人愿意投资合作到就自己动手造火箭，经历了数次的失败，仍然坚持不放弃。媒体是眼睁睁的看着他把一次次不靠谱的事情变成了现实。而且他说人一定要人机结合，就是你以后身体的某些部位一定是跟人工智能相合成的。他把人类之前的科学幻想一个一个的成为现实，说不定他改天又有什么新点子，把人类的身体和他创造出来的 Tesla 电动车相结合，又可以变成车，又可以变成载体机器人，然后再安装在他制造的火箭上，直接发射到火星，在火星上飞驰，想想都过瘾。